也许是心中的委屈达到了极点，在看到袁彻的那一瞬间，乔洛忍不住落下泪来。他完全忘了自己平常恪守的礼节，径直冲向袁彻，抱住了袁彻的腰。不过即使是这种时候，乔洛也压抑着自己的哭声，只是肩膀一耸一耸的抽泣。袁彻抬手拍了拍乔洛的背，乔洛忍不住哭出声来。殿下，我不能再去研究所了。乔洛就没有在袁彻面前哭过，即使是最开始收到消息说乔洛被人欺负嘲讽，也从没有找过他，只是自己默默承受，或者是自己硬起腰板讨回公道。这还是袁彻第一次见到乔洛哭得这样伤心。他微微轻身，抬起乔洛的脸，用手帕一点一点将乔洛脸上的泪水拭去。别哭，会有解决办法的。去不了研究所，又不代表你不能再做实验。乔洛抽泣了一下，短暂的止住了哭泣，看向袁彻。袁彻温柔一笑，我不是说过，有我在，你什么都不用怕，不用担心。乔洛不知道说什么好，只呆呆的看着袁彻喊他殿下。袁彻牵着人在沙发上坐下，没事，好在这次终于摆脱了霍云生，不过他之后恐怕还是不会放过你，所以之后你遇见他还是要注意。乔洛点点头，说完，乔洛还忍不住抽泣一下。袁彻静静的等乔洛缓过来，有了袁彻的陪伴，乔洛也确实安心许多。他问袁彻，殿下，今天的事你早就知道吗？所以提前做了准备。袁彻缓缓道，霍云生那样追着你，肯定不会轻易放手，尤其是那天我去研究所接你，我看到他在偷窥，所以我猜测他发现了什么，回去我就让薛燕他们准备好，没想到真的派上了用场。原来是这样，那天他也觉得有人在看，原来是真的有人在看，还好殿下提早发现了。不过想到这里，乔洛又忍不住问道，殿下，我是不是给你添麻烦了？怎么会是麻烦呢？如果我把你当成麻烦，一开始见面我就不会跟你进行这个交易。对了，他们是交易关系，他们是互惠互利的，当然要互相保护。这样想，乔洛内心的自卑就消散了一些。不过除了这个，乔洛还有想问的，但是他却怕问到什么不该问的，所以没有开口。殿下，谢谢你来看我，我现在已经不难过了。不难过就好，这几天你先在家里休息，我可能要忙几天，过几天我来接你。好。说完，袁彻起身打算离开，不过又想起什么，他问乔洛，我给你的那枚信物你还戴在手上吗？乔洛挽起袖子给袁彻看，那枚古玉就佩戴在乔洛的手腕上，之前你有没有让别人看过？乔洛仔细思索了一下，他平常都是穿着实验服，除了实验室就是待在家里，顶多再去一下食堂，应该没有人看见过，但是他也不能完全确定。袁彻想了一下，说道，我有想到霍云生可能也是偶然看到了这个信物，所以猜测到了我身上。乔洛愣了一下，他正要取下来，袁彻拦住了他的动作，取下来，他可能会更坚信是我，我回去给你找个类似的手链送过来，这样霍云生下次要是再看见，就只能说是他自己眼花了。乔洛点点头，袁彻摸了摸乔洛的头，说道，那我走了，你不会再哭鼻子了吧？乔洛不好意思的低了头，我又不是小孩子，还哭鼻子。袁彻笑起来，不是小孩子，但是有什么不要憋着，可以来找我，知道吗？好。这次袁彻径直离开，乔洛待在房子里，第一次觉得自己家还是太空旷。以前实验填满了他的生活，忙碌起来就不会想太多，但是一想到以后的生活变得渺茫起来，乔洛就觉得自己像是大海上的一叶孤舟，四处漂泊，无处可依。袁彻的安慰是有用的，但也只有那么一点，他不是不信任袁彻，而是不信任自己，尤其是如果自己不能制作药剂的话，就失去了自己最重要的价值，到时候他跟殿下就没法继续维持交易关系。那么之后殿下还会这样温柔的对他吗？如果可以，乔洛也不想去依附或是依靠任何人，但在帝国没有任何人支持的 Omega 寸步难行，希望他的路能继续走下去吧。隔天，乔洛早早就起了床，虽然陛下不让他再去研究所，但是他去收拾东西应该是可以的。然而没想到刚出门就看见赶来的何真和陈无忧，他们还抱着箱子。乔洛赶忙过去接住，你们这是？昨天半夜所长就打电话说是让我们今天早早把你的东西收拾出来，给你送过来。何真说完，担忧的看着乔洛，乔洛，你没事吧？乔洛摇摇头，没事。真的吗？你想哭就哭出来吧，哭出来会好一点。陈无忧扯了一下何真，也许乔洛昨晚已经发泄过了，我们先帮乔洛把东西搬进去吧。何真反应过来，点点头，放好了东西，三人一起坐在沙发上。何真撅着嘴，一脸不高兴，陛下这是什么意思？真是的，凭什么有了 Alpha 就不能工作，只能围着 Alpha 转？难道 Omega 是 Alpha 养着的宠物吗？有他这样的皇帝，怪不得我们帝国这些年发展的不太好。乔洛和陈无忧立马异口同声对着何真，嘘。何真捂住自己的嘴。乔洛说道，小心隔墙有耳，你这话给我们说就算了，可别跟别人说。我知道的，我又不傻。何真冷哼一声，那不说这些，你走了，我们的实验怎么办？我人不在，但是可以继续算数据，
写计划，不是还有你们吗？我们的实验也可以继续。何真点头，也是。然而他话音刚落，程无忧就看着光脑说道，恐怕不行了。何真和乔洛看向他，他对何真说，你看光脑，所长发了消息，要取消我们的实验项目，并且开除了你和我。他们这些人怎么这样，都不用脑子思考的吗？我们的项目能做成，将给多少士兵带来益处？比起何真，程无忧要显得淡然得多。他笑了笑，那些皇室和贵族才不会在意这些，有这些项目经费，还不如让他们潇洒潇洒，吃一顿大餐，或者是组织一个莫名其妙的比赛或者宴会，反正用来吃喝玩乐更有意义。乔洛也没想到皇帝竟然做得这么绝，这也真正说明整个上层社会对 Omega 有多么的轻视。可他们的项目真的就要这样停下来吗？乔洛自己做不成，但也还能将希望寄托在何真和程无忧的身上，这一下整个项目都夭折了，该怎么办？正在乔洛头疼时，突然响起了敲门声。乔洛疑惑的过去，却发现门外没有人，只有一个大箱子。何真和程无忧也走了出来。这是什么？箱子上没有任何标识。他研究了一下，骤然听到一种动物的叫声，是那种幼小的很娇的叫声，像是小猫。乔洛激动起来，他打开箱子，果然看到了正端坐在柔软垫子上的小猫仔，而且还是两只，它们毛茸茸的，两只都是橘色，靠在一起看着乔洛。乔洛只觉得自己心都化了。何真一看也是两眼放光，差点尖叫出来。乔洛蹲下，朝着小猫伸出手，两只小猫就颤颤巍巍地走向乔洛，倒在他的手上。哇，这也太可爱了吧！紧接着，乔洛就收到了一条讯息，他已经心有所感，打开一看，竟然真的是袁彻，怕你孤独，送两只猫仔陪你，喜欢吗？喜欢喜欢。以前担心工作忙没时间照顾，现在倒是。乔洛叹了口气，不过看着小猫们，心底里的郁气也消散不少。放猫猫的盒子下面还有一个大盒子，里面是他们的窝，还有吃食玩具。乔洛几人抱猫的抱猫，拿东西的拿东西，分工明确。三个失业的人刚巧坐下一块逗猫咪，旁边散落着猫咪的各种玩具。这么小的猫咪还是要喝奶的。乔洛和何真研究着怎么给小猫喂奶，程无忧则是倒好猫砂。可爱的小猫让几人短暂的忘记了失业的烦恼。对了，要给他们起什么名字？程无忧在一旁说道，我看叫喵喵和咪咪最好，朗朗上口。什么喵喵咪咪，一点都没内涵。乔洛，你起，要不叫平平安安？好啊好啊，很吉利。乔洛想了想，给袁彻发去消息，小猫叫平平安安，怎么样？好听。乔洛忍不住笑起来。何真看到了，眼神变得八卦起来。对了，这小猫是不是你那位 Alpha 送给你的呀？程无忧在一边说道。这不是显而易见。乔洛朝他竖了个大拇指。有了平平安安的陪伴，乔洛也没时间在现在难过的情绪里。他每天照顾两只小猫，时不时还拍点照片发给袁彻。乔洛家族虽然落魄，但到底曾经也是贵族，父母留给乔洛的遗产足够他安安稳稳过一辈子。即使不能实现梦想，不能为 Omega 做点什么，但最差也是一个人在家安度晚年，倒也不是不能接受。很快又到了乔洛和袁彻约定的治愈精神力紊乱的日期。袁彻派人来接乔洛，乔洛干脆带着两只猫来。薛燕来接他的时候，也被两只小猫仔萌到了，果然可爱。你都不知道，当时殿下让我找两只猫仔的时候，我有多惊讶。毕竟我们根本看不出来殿下会喜欢什么毛茸茸或者说脆弱的东西。乔洛带上猫，主要是因为猫太小了，怕单独把它们放在家出什么事，而且他也想让袁彻看看，只想着袁彻送了他，但是却没想过袁彻可能并不喜欢。殿下不喜欢吗？那要不我再把猫送回去？也不是不喜欢，就是毕竟在战场上待久了，殿下难免有点怕这种脆弱的东西，因为战场上脆弱就基本和死亡挂等号了。乔洛点点头，这样啊，不过你也别想太多，殿下看到你带着猫来，应该会很开心，毕竟是你养的。薛燕还朝乔洛挤了挤眼睛，暗示性十足，未来的太子妃。以前乔洛只当他爱开玩笑，所以每次薛燕露出这样的表情时，他都没有在意，但这次因为对袁彻的感觉变了，所以他不由想多问一句，薛燕，你为什么总是这样叫我？要是让殿下听到了，不会生气吗？薛燕将飞行器开得飞快，一点不影响他说话。生气？怎么可能？殿下高兴还来不及呢。等等，你不会是看不出来殿下喜欢你吧？引出了话题。乔洛做了个深呼吸，问薛燕，殿下真的会喜欢我吗？怎么不会？有时候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你们两个啊，我一开始就觉得会在一起，你现在能问出这个问题，就说明你们还没有互相说清楚，也就是差最后一步，表白。不过我估计也快了。乔洛看着薛燕，薛燕轻咳一声，殿下的事情我可不敢多说，一会儿你们见面了，可以尝试自己问问。乔洛也只是想听听别人的看法，他对薛燕笑了笑，薛燕，谢谢你，这有什么可谢的？几句话的功夫，飞行器就到达了目的地，袁彻就等在那里。下了飞行器，小猫似乎也迫不及待要见到袁彻，喵喵叫个不停。乔洛对上了袁彻含笑的眼睛，
向前走了2步，然后停下。殿下，我怕没法照顾小猫，就带过来了，你要看看吗？袁彻凑近一步，伸出手。乔洛将小猫小心地放在袁彻宽大的手掌上，袁彻收紧了手臂，以防小猫掉下去，用另一只手摸了摸它们的头，软乎乎，毛茸茸，暖洋洋。以前袁彻只觉得这样的生命太过脆弱，但这次却从乔洛的目光中看到这样脆弱生命也能带来无限的价值。一阵风吹过，袁彻闻到了淡淡的乔洛的性激素，他微微皱眉。薛燕以为他是想要放下小猫，于是叫来陆平，一人一只抱着小猫离开。他们2个虽然有时候也不正经，但小猫还是会帮你照顾好的。乔洛点头，我相信他们，我们进去吧。乔洛跟着袁彻走进他们一直用来治愈精神力的房间，袁彻自己躺上特制的床，乔洛帮他把束缚带系好。系好后，袁彻用力抽了抽，确定这些束缚很牢固，才对乔洛说道：“开始吧。”乔洛坐在一旁，揭开信息素隔离贴，开始释放自己的信息素。袁彻发觉自己越来越痴迷乔洛的信息素，只要闻到一点，他就会不由自主地想到一些画面。以前他会不断回想第一次见面，现在他则是不断回想上次的临时标记。他拼尽全力才能抑制住自己的本能，只给乔洛标记，其他的只能自己来，就像有一根弦一样，一直紧绷着，但是绷得太紧，早晚有一天可能会断开。袁彻陷入了自己的幻想中，呼吸变得粗重。乔洛见他表情不对，有些担心。殿下，袁彻半睁着眼睛看了乔洛一眼，不由叫了一声乔洛的名字。乔洛没有贸然凑过去，而是握住了袁彻的手。殿下，怎么了？很难受吗？还好。乔洛松了口气，他继续释放着自己的信息素，想象着自己的信息素进入袁彻的脑海，将他那些打结成团的精神力疏导开来，让那些断裂的精神力治愈如初。这样一套流程下来，袁彻比之前要更轻松。乔洛却是累得只想睡觉，他强撑着，等房间里面的信息速散一散，然后自己先到外面，让薛燕和陆平进来，解开袁彻身上的束缚。袁彻神色轻松，他想要过来和乔洛说什么，但没想到刚走到乔洛身边，乔洛就忽然倒了下去。袁彻伸手一捞，将乔洛捞在了自己的怀里。乔洛，你怎么了？袁彻一把把人抱起来，一时慌忙差点忘了他可以用精神力探。好在薛燕提醒他，赶忙看了看乔洛，好在发现乔洛似乎只是累了，将人放在床上，看着乔洛安然的睡颜，袁彻心里一片宁静。他问薛燕，还差多长时间？殿下，还要5天的工期。我知道了，让他们尽量快点。是，殿下。袁彻就待在床边陪着乔洛，不过乔洛也没有睡过去太久，身体得到了休息。乔洛很快醒过来，他睁开眼睛，还有些迷惑。我这是怎么了？你刚刚应该是太累了。袁彻扶着乔洛坐起来，告诉乔洛，以后不要释放太多，适量就好。好。说完，袁彻递给乔洛一杯温水，然后告诉乔洛一个好消息，药剂已经开始批量生产，很快就能发放到每个士兵的手上。真的吗？乔洛一下就激动起来。袁彻点头，这次多亏了你们，虫族最近一直蠢蠢欲动，恐怕不日就要有战争了。这药剂来得很及时，听到自己的药剂真的能用上，乔洛也发自内心的高兴。何真和程无忧知道了，也一定会很开心。这只是第一批，以后还可以再改良。哪里还能改良呢？研究所他们的进不去了。不过乔洛没有把这些话说出来。袁彻看着乔洛黯然的神色，心里忽然想提前告诉乔洛，毕竟虽然他想给乔洛惊喜，但这个惊喜如果乔洛早些知道，他快乐的时间就能更长一些。乔洛，你暂时不能去研究所，不代表以后不能做实验，也不代表这个项目就此终结。乔洛愣了一下，抬眼看向袁彻。袁彻继续道，过段时间你会知道的。乔洛不可思议地问袁彻，殿下说的跟我想的是一样的吗？当然，怎么不是呢？没想到1天之内竟然能得到2个这样大的喜讯。乔洛简直开心的要飞起来，他直接跪坐起来，抱住了近在咫尺的袁彻。殿下，谢谢你，真的很谢谢你。袁彻也回抱住乔洛，他拍了拍乔洛的脊背，目光极度柔和，大概是氛围太过和谐。乔洛在袁彻怀里抬头，目光灼灼地看着袁彻，鬼使神差的，他不自觉地将目光放在了袁彻的唇上。他记得这双唇在他腺体上留下的感觉，酥酥麻麻，总是让他忍不住站立。他第一次大胆地想要尝一尝，试一试吻上去到底是什么样的感觉。乔洛仰头，不断朝着袁彻凑近，袁彻也似有所觉，定定地看着乔洛，甚至他也不由自主地向着乔洛倾斜。2人向彼此靠近，眼看着一个吻就要落上，门被敲响。这种类似的场景好像曾经发生过一次，乔洛不想再错过，趁着袁彻还没有转过头，他快速在袁彻的唇上亲了一下，亲完就缩回去，将自己裹进被子里。袁彻愣住了，他呆呆地看着乔洛，抬手摸了一下自己的唇。刚刚乔洛亲他了，那种轻轻的痒痒的感觉，算是他们之间正常状态下的第一个吻。敲门声还在继续，如果不是敲门声，袁彻想他肯定不会只满足于这小小的一个亲吻。
他的乔洛好不容易鼓起勇气主动吻他，他怎么能什么都不回报呢？但近期事务繁杂，万一延误了重要的事情，他担不起后果。袁彻只能不舍得走向门口开门。而这次，薛燕果然一脸严肃：“殿下，虫族那边已经开始行动了。”袁彻面色一变：“就按照我的计划行事，让大家不要乱，稳住阵脚。”“是，你先去，我马上过去。”薛燕先行离开。袁彻回到床边，对乔洛说：“乔洛，我这边有点急事，你带着小猫先回家，等我回来，我有话要跟你说。他们之间拖了太久，是他的错，没有早早表白自己的心意。等回来之后，他不会再拖延下去。”在无垠的星空中，即使是巨大的星际战舰，也显得格外渺小。数不清的虫族如同一场风暴，向着战舰席卷而来。这时，一道道能量光束从战舰上发出，击散那些虫族。然而，虫族实在太多了，他们密密麻麻的，击散一群，就立刻有另一群补上来。但紧接着，一艘艘小战舰灵活敏捷地穿梭在虫族群之中，所过之处，虫族成群结队的陨灭。那就是以精神力为武器的威力。眼看着虫族被消灭了不少，众人却来不及松一口气，因为紧接着另一群虫族出现。这群虫族还会喷洒粘液，且比起上一批虫族智商要更高。站在战舰操控室的袁彻面色冷肃，他竟是直接用精神力轻而易举挡开了这些虫族。但虫族太多了，一批之后又是一批，源源不断。但精神力是会枯竭的，袁彻逐渐感觉到吃力，他已经精神不稳，但眼看着希望就在不远的地方，只要他再坚持一下，等待着援兵到来，他们就能击退这些虫族。然而援兵迟迟未到，所有的士兵都几近力竭，大家不由得绝望起来。但袁彻鼓励他们，还有薛燕、陆平，还有一些熟悉的面孔，他们恪守职责，守卫着身后的故土。有些人抱着必死的决心，也要击退这些虫族。然而当那些恶心的粘液一点一点覆盖上战舰，黑暗笼罩光明，他们知道这一次的战役他们输得很彻底。袁彻闭上眼睛，一人登上独立战舰，奔向虫群。随后他于虫群中自爆，荡开的精神力如同锋利的刀刃，无数个刀刃割裂虫族的身躯。帝国安全了，但是帝国的神话就此陨落。不要！乔洛从噩梦中醒来，大口大口喘着气，看着周围熟悉的布置，他这才意识到刚刚那只是个梦，梦里的一切都只是假的。他身上和额头上都有汗水。乔洛起身去卫生间洗漱，等再次回到房间时，他听到了平平安安的叫声。小猫们像是感知到了什么，担心他一样，他一过去，两只猫就拱到他脖颈处，发出安心的呼噜声。乔洛感受着两个毛茸茸热乎乎的团子，心里也渐渐平静下来。做这个梦也是有原因的。袁彻自从上次离开之后已经3天了，在这期间他一点消息都没有收到，心里一直有些担心。他有发过消息询问，但是不管是袁彻还是薛燕和陆平，他们都没有回复过，这让他的担忧加倍。曾经他担忧的是那个战无不胜的帝国神话，但现在不止这样，他还担忧他喜欢的人。担忧加上想念，让他梦里都是袁彻。半夜惊醒，虽然有小猫陪伴，但是他还是睡不着了。打开光脑，看着许久没有收到回复的聊天界面，乔洛叹了口气。迷迷糊糊一夜过去，乔洛也不知道最后自己是什么时候睡着的，只是在醒过来之后，乔洛看时间的时候，竟然看到了一个小红点，是新消息。乔洛立刻清醒起来，他坐起来打开光脑，别担心，我没事，明天我让薛燕接你。乔洛立刻回复，好，殿下你没事就好。乔洛抱着手机笑起来，之前觉得不能去研究所已经很令人难过了，但经历这么一遭，乔洛体会到了生命健康的重要性。只要人在，什么都有可能，生命永远是最重要的。知道袁彻没事，乔洛不知道有多安心。隔天，薛燕来接乔洛，乔洛还是带着2只小猫。乔洛一会儿去的时候，算了，我还是不说了，要说就说，要么就是不说，这说到一半不说了，简直是让人心急。薛燕嘿嘿一笑，反正懂得都懂，你只要知道是好事就对了。飞行器一到，薛燕和陆平熟练地将小猫带走，乔洛则是走到袁彻身边，问他，殿下，你这几天没有受伤吧？没有，这几天只是打探消息，并没有太大风险。袁彻看到了乔洛眼底淡淡的青黑，轻声问他，昨天没有休息好吗？是因为我吗？乔洛眨了眨眼睛，还是告诉袁彻，我昨天做了噩梦，跟你有关，所以才，不过知道你没事，我就能放心了。袁彻没有再多说，而是直接牵起了乔洛的手，我带你去个地方。袁彻带着乔洛来到他们用来治愈精神力的房间，然后走到角落里，找到书架上的机关。袁彻说，按下去。乔洛按照袁彻所说，按下去之后，就听见一阵响声，随即他看到了书架一开，而书架下方出现了一条通向地下的楼梯。乔洛睁大眼睛，袁彻鼓励地说道，下去吧。乔洛一步一步走下去，等下了楼梯，看到眼前的景象时，他震惊的半天说不出话。在他的眼前，
是一个和研究所的实验室比毫不逊色的更加宽阔且用具齐全的实验室。这是你？是，赶了工期才能达到现在这个完成度，不过还差一点期限，这已经很棒了。乔洛兴奋地走进去，所有实验需要用到的实验器材，这里基本上应有尽有。重要的是，这是独立的、私人的实验室，他们不用再看别人的脸色行事，自己想做什么实验就做什么实验。殿下，那我是不是可以在这里做实验了？不只有你，何真和陈无忧，他们也可以继续和你一起做实验。这个实验室就是为你而建的。要说上次袁彻其实已经透露了，当时乔洛就兴奋地亲了袁彻，这次亲眼看到这一切，乔洛更是激动难言。他再次抱住袁彻，不过这次没等他主动，袁彻倒是先一步捧着他的脸，低头亲上了他的唇。乔洛惊讶又紧张，双手抓着袁彻胸膛前的衣服，袁彻一手揽住乔洛的腰，一手扣住他的后脑勺，将吻逐渐加深。乔洛呆呆地任由袁彻肆意亲吻，还是袁彻忍不住停下来。乔洛，闭上眼睛。乔洛听话的闭上眼睛，但睫毛却是一直在颤动。一个吻结束，乔洛喘着气，还在看袁彻，袁彻却捂住了他的眼睛，声音温柔的像是能滴出水来。别这样看着我，除非你想我再亲下去。乔洛不好意思的移开视线，但眼前挡着的手刚移开，袁彻就再次亲了上去。第二个吻显然要比第一个吻更加深入，乔洛满面潮红，信息素都克制不住的溢了出来。袁彻用自己的信息素安抚着乔洛，凛冽的血让乔洛保持清醒。乔洛，我说过，回来之后我有话要跟你说。其实这些话我很早就想说了，只不过总是因为各种原因一直拖延到了现在。袁彻那双湛蓝的眼睛深情地望着乔洛，他握着乔洛的手放在自己的胸口，让乔洛感受到自己的心跳。乔洛，我喜欢你。乔洛本来就隐隐有猜测，但亲耳听到袁彻的表白，还是心跳加速，心跳声几乎掩盖了一切。但同时他又感受着袁彻的心跳，也是同样的热烈。从第一次见到你，你对我来说就很不一样，但那时候我并不了解你，所以那时候我确实只当我们是交易关系。但是后来我对你越来越了解，看到你不同的一面，我就不由自主的心动。乔洛，你知道我在战场待的时间更多，所以我不太会说什么好听的话，我只想告诉你，我喜欢你，我会尽我所能给你最好的，我想跟你在一起。袁彻说完后，就静静的等待乔洛的回应。他总是能料事如神，但在乔洛这里，他还是会怕自己搞错了什么。其实太喜欢一个人的时候就是这样，即使是一个很勇敢的人，也会产生畏惧。乔洛也学着袁彻，牵起袁彻的手放在自己的胸口。他说，心跳声应该能说明一切。殿下，我也喜欢你。他们信息素相合，几乎都是彼此的唯一，这是命中注定，天作之合，既从生理上相配，又从心理上两情相悦，他们就应该在一起的。乔洛再次主动亲了袁彻一下，然后抱住袁彻，将头埋在他的怀里。袁彻抱起乔洛，转了一圈。乔洛，我很开心，从母亲去世之后，这是我第一次这么开心，就好像拥有了很多东西，心都被填满了。乔洛被抱着飞了一圈，忍不住笑起来。我也是，爸爸妈妈走了以后，管家也走了，我还以为自己不会再有这样开心的时候。袁彻将乔洛紧紧地抱在怀里。那我们以后好好在一起，你放心，我不会干扰你做任何事情，因为在你是我的 Omega 之前，你先是你自己。乔洛眼睛里仿佛盛满了星光，他毫不掩饰自己的喜悦。殿下也一样，我会努力和殿下并肩，殿下也可以做任何事情，但是不能报喜不报忧，如果遇到什么危险，一定不要瞒着我。袁彻挑眉道，这倒是对我有些难度，不过你想要的我都会尽力做到。有了新的实验室，乔洛给何真和陈无忧也分享了这个好消息。将两人叫到实验室的时候，陈无忧还能淡定点，何真自从来到这里，嘴就惊讶的没有合拢过。袁彻刚和他们打了招呼，因为有事就只能先离开。何真已经知道乔洛的那个 Alpha 就是袁彻，他看着眼前的实验室，好半天才缓过来。乔洛，要不你掐我一下，我没有在做梦吧？没有，太子殿下是你的 Alpha， 他还问你重建了一个实验室。没错，乔洛说道，不过不能说是完全为我而建，也是为了我们的实验项目。何真摇头感慨，不由得开始鼓掌，这简直是太厉害了吧。何真一把抱住乔洛，你怎么这么厉害，竟然闷不作声的找了太子殿下当男朋友，现在就剩下我一个人单身了。一边看实验器材的陈无忧插话道，我也一样，我是 Omega， 你是 Beta， 能一样吗？怎么不一样？能找到一个合适的 Alpha 也太难了，现在哪有 Alpha 会这样为自己的 Omega 着想？陈无忧随口回答道，也不一定要找 Alpha， Beta 也可以，现在药剂那么发达， Beta 也可以帮 Omega 缓解发情期。他话音一落，整个实验室都陷入了一片寂静。他抬头发现乔洛和何真都在目光复杂的看着他。陈无忧意识到自己刚刚那样说很容易被误会，他连忙解释，我就是随口一说，没有什么指向性。但没想到何真却红了脸，他将自己埋在乔洛的怀里。只要乔洛看到了这两人之间那种微妙的氛围，
何真和程无忧看起来还挺合适。乔洛想，三人带来了之前的实验记录，还有各种数据，将所有的试验药剂归类，准备隔天就开始工作。薛燕和陆平再次准备了烧烤，几人吃得不亦乐乎。等到袁彻回来的时候，他们已经吃饱了。在袁彻面前，程无忧还好，何真却是还没熟悉，说话都结巴起来。程无忧见状，对袁彻和乔洛说道：“殿下，乔洛，我们也吃好了，那就先回去休息了，毕竟明天还要过来上班。”袁彻点头：“好，我让陆平送你们吧，这样能省去很多不必要的麻烦。”程无忧点头，给乔洛招了招手，然后推着何真离开。等坐到了飞行器上，何真才忍不住说道：“怎么突然急着回去？我还想跟乔洛再聊一会儿呢。你没注意到他们两个眼神都快拉丝了吗？咱们再待下去，注定只能当电灯泡。”何真嘶了一声：“确实，还是你懂得多。”程无忧笑了笑说：“这倒也不是，主要是因为我以前也跟殿下待过一段时间，那时候的殿下可不是这样。他甚至还想过以殿下的性格，肯定没有 Omega 受得了。果然缘分妙不可言。”这边程无忧和何真都走了，乔洛对袁彻再次表达了感激：“殿下，真的很感谢你愿意招待我的朋友。不过我们都来这里的话，会不会引起有心人的注意？”袁彻道：“其实已经有人注意了，但是没关系，现在那些人连自己的事情都忙不过来，就算知道我这里有问题，他们也没法插手。”乔洛放下心来，天色已晚，乔洛虽然有些不舍，但还是说道：“殿下，那我也该回去了，我们明早可以不回去吗？”袁彻打断了乔洛，要是旁人说这句话，就会很容易有歧义，但是袁彻就不会，他的神情太温柔干净。“不回去吗？”袁彻又道：“当然，这随你的心意，你怎样开心怎样来。”乔洛轻咳一声：“那我就留下来吧。说起来，虽然你经常来这边，但是还没怎么看看这里，我带你在这边逛逛吧。”乔洛点头，两人并肩行，漫步城堡的后花园中，花香混在风中，轻柔而令人愉悦。傍晚火烧的红云已经和紫蓝色的星空转换，星星闪烁在穹顶中，清亮的月光洒在两人的身上。袁彻主动开口道：“以后可以不用叫我殿下，直接喊我的名字。”袁彻，乔洛试着叫了一下，总感觉怪怪的。“也可以叫我阿彻，我小时候母亲是这样叫我的。”乔洛再次默念了一下：“阿彻，确实请你多了。”气氛熟络起来，乔洛看向身旁的袁彻，问道：“阿彻，你为什么会想到要上战场？明明是皇帝唯一的儿子，是贵族中站在最顶端的人，他轻易就可以得到其他人梦寐以求的一切，甚至当一个纨绔子弟。但袁彻却没有，偏要年纪轻轻上战场，就算能够得到荣誉，但也是九死一生。”乔洛以前敬佩这个活着的神话，现在两人关系更进一步，他就想要了解更多。袁彻缓缓道：“你也看得出来，皇帝对我并没有多么深厚的亲情。我的亲人唯有我的母亲，在他去世后，我的父皇很快就迎来了一位新的妻子。在那之后，我的处境就显得尴尬了许多。我当时有想过，要不要像那些贵族一样醉生梦死，这样我的父皇也可以对我放心，但那样我对不起自己，也对不起曾经对我寄予厚望的母亲，所以我选择逃离这里上战场。不过一开始是为了逃离，后来确实被那些战士和士兵所感染。当年袁彻那样年轻，一腔热血进去，从最底层开始和士兵一们起训练，他体会过兄弟义气，体会过团结的力量，体会过年长者和长官的照顾和关心，后来更是经历过生死，亲眼亲手感受过淋漓的鲜血。他懂得了战场的残酷，也懂得了身为一个士兵的意义，所以他拼尽全力去打赢每一场战争，击退虫族，保护守卫自己的故土和同胞，即便那里面有他并不想守护的人。乔洛见他看向天际绚烂的星云，又看到了他垂在腿边的手，便抬手握了上去。“阿彻，以后你不只有那些战友，我也可以当你的战友。”袁彻勾起唇角，回握住乔洛的手。好，说完我了，说说你吧。”乔洛想了想自己的经历，便道：“我其实没什么说的，比起你，我的那些经历都显得要无聊许多。你可以给我讲讲你做实验的时候发生过哪些趣事。”一说这个，乔洛就觉得有话说了。那些趣事可是一件接着一件，比如差点烧了实验室，或者是放错了药剂，药剂经过化学反应挥发出了格外难闻的臭味。两人有说有笑，逛了一圈回来，也该回房了。本来袁彻让薛燕他们去准备客房了，但看见他们，薛燕却是一脸遗憾地说：“殿下，我原本是收拾了客房出来，但是刚收拾好一间，就不小心洒了水上去。其他的客房很少住人，实在太阴凉，不适合住人。”袁彻一眼就知道薛燕这小子在憋着什么坏，不过薛燕做的对他来说确实是好事。袁彻没有揭穿薛燕，而是转身看着乔洛：“看来我们只能住一间房子了，不过如果你介意的话，我可以送你回去。”“没事的，反正我们也住在一起过，而且他们现在已经是恋人的关系，没必要太过避嫌。”“薛燕，下次不要再出现这种情况了。”薛燕连忙点头：“是，那我就把给乔洛准备好的衣物和洗漱用品放回去。”其实根本没拿走过。片刻后，薛燕离开，
乔洛跟着袁彻走进那间熟悉的卧室，不过一进去，两人就都石化了。只见卧室的大床上洒落着一些玫瑰花瓣，而且还围成了心形。乔洛，袁彻，乔洛拿起睡衣，那我先去洗漱了。袁彻看着他的背影，等人进了浴室，他坐在了床上。袁彻其实也并没有多么坦荡，该用心思的时候他也会用，比如今天他让乔洛留下来，其实也是为了让两人能够更加的亲密，不过不是某种意义上的。等乔洛出来的时候，袁彻也已经洗漱完，他穿着睡袍，绵软的布料在胸膛处交叉，露出了一片结实的胸肌，那叉一直开到腹部，隐隐约约还能看见腹肌的线条，那样鲜明的肌理，满满的 alpha 的荷尔蒙气息，让乔洛禁不住红了脸，立刻移开了视线。之前几次还没有这样不自在，今天乔洛却是连靠近都忍不住多想。袁彻见他呆呆的站在那里，问他：乔洛，怎么不过来？哦，乔洛这次慢吞吞的来到床边，从另一边上了床。袁彻问他是不是有些不自在？如果你觉得不自在，我就去沙发上睡。袁彻说着就要起身，乔洛连忙拉住了他的手臂。不是的，我只是还没有习惯，早晚都要习惯的。乔洛温声道。那你别紧张，毕竟我可不会吃了你。乔洛的耳根再次红了，